背错一个字，晚饭撤了；背不完，今晚就在这跪死。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别背了，我早就下过令，陆家谁也不准内卷。夫人，这是锦儿唯一的孤本。什么孤本？这是 PUA。苏云，我这是在救你儿子，别让他当封建社会的牛马。曼柔，你这快乐教育的法子倒真是新鲜。夫君，你看他还想教儿子考状元，骑到咱们陆优头上呢，切身不解。难道求学进取也是错吗？既然你这么爱读书，来人，把偏院所有纸笔书墨全搜出来，当场烧了！夫人不可！从今天起，陆锦若是再敢碰一个字，我就断了你们娘俩的阅历和探讨，让你们直接滚去大街上要饭。曼柔说的对，这种填鸭教育就会把人教废了，去纵情享乐才是天性。封建土包子为了争宠逼着庶子遭罪，累死活该。夫人落水醒后，好似变了个人。从前她甚至会贴补我读书。锦儿，记住了，指望别人的尸首过活那是讨饭。他想给就给，想收就收，是因为你手里没权。只有把书读进骨子里，那才是谁也抢不走的命。娘，那是外祖母给您的嫁妆。锦儿，宫中不给钱读书，咱们就去府外读，哪怕当尽嫁妆，娘也要给你求一个逆天改命的机会。哟，这是又去哪儿卷名师了？苏云，别费劲了，这种封建教育只会让你儿子一辈子当个没灵魂的牛马。夫人既然这么心疼牛马，那就继续让你的儿子在雪里滚着吧。毕竟，这可是夫人千方百计为他选的坦途。卷王、牛马，我不懂那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儿要的是金榜题名、封侯拜相。你是我的心，你是我身体，你会冷的。不冷。成色不错，该当12两。落下没声音，爱你最激情。娘，那对镯子是外祖母留给您的念想，就这么当了。你外祖母要是活着，也会让我当了她的。为什么？因为你外祖母说过，女人这辈子最值钱的东西不是镯子，是儿子的出息。走，去柳巷。太傅歇歇了，改日再来。我们能等。京城想拜老夫为师的人能排到城外，你凭什么？凭他敢拿命换一个前程，求太傅垂怜。进来。半个时辰，答完，答不上来，滚！资质算不上好，
但肯下死功夫，明日卯时准时到，11刻打10手板。谢大夫成全。谢大夫成全。缠紧了，明天还要写。哟，看来我上次烧的还不够干净。夫人，既然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那咱们就按规矩吧。今日就断了你们的月令和炭火。现在是腊月严冬，断了炭火，你是想要姐儿的命？这叫低碳环保。我这是在救她的命，免得她得什么抑郁症、焦虑症。来人，是，把这屋里还藏着的笔墨纸砚，连同暖炉全部搬走。嫡母，我的笔30元一支，克扣的月历我会一分不少的记在心里。记在心里，行啊，那你就抱着你的功名梦，在冰窖里冻死。锦儿，手暖了，字才能写稳。娘，等我考过岁考，拿到宗族的助学金，我们就再也不用看他的脸色。齐家治国平天下。陆优，你在搞什么鬼？回太爷爷，这叫涂鸦疗愈。我妈说了，这叫释放天性。那些八股文都是封建糟粕。看看你教出的嫡子，简直是自毁家门！老爷子别激动，小心高血压。我家幼儿这是艺术天赋，以后要走向世界的。胡闹！陆家百年书香，竟出了这么个玩物丧志的东西。这文章是你自己写的？是，引经据典，条理分明。策论里提到了南方旱灾的赈济实策，字迹虽因手伤略显产折，但风骨尽显。你自己从未出过京城，怎会知道这些民生疾苦与赈灾之法？太傅魏渊曾教导，读书不仅在纸上，更在天下民生。我娘亦教导，执笔可毁，但胸中之志谁也夺不走。我亦决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抄的，这绝对是抄的！一个庶子，每天被我关在偏院里，哪来的本事写出这种赈灾策议？苏云，你这个狐狸精，好毒的心机！是你替他写的吧？就是为了当众踩我幼儿的脸！夫君，你可算来了！苏云这个贱人，竟然让庶子在族亲面前卖弄，这不是诚心打你的脸，打幼儿的脸吗？一个妾妇生不出，有什么资格压在咱们嫡子头上？这篇文章是陆优写的。父亲，岁考的成绩算在嫡子名下。苑庭，你这是在毁了陆锦的前程。陆锦是庶出，他不配代表陆家。岁考第一和举荐名额只能归嫡子陆优。苏云，认清你的身份，别老想着教儿子攀高枝，小心摔得死无全尸。那是磕头谢恩。夫君英明，庶子就该有庶子的觉悟。锦儿，抬头，记住今天，记住这宗祠里的每一个人，总有一天，你会站在他们做梦都爬不到的高位。
到时候，今天磕的这3个头，我要他们跪着还回来。书院的路断了，没有推举信，陆锦这辈子都没资格踏入考场。先生，求您指条明路。拿我的名帖去找县令王崇，他欠我人情，但丑话说在面前，诗金涨到20两，少1分我都不交。如今我们连月息都被扣了20两。3天内我一定把银子送到。娘，别洗了，我不考了，这关我不做了。闭嘴！你的手是握笔的，不是在这冰水里搓衣裳的。滚回去读书。那好了，锦儿，这是你的命，娘护住你。为了个庶子的前途，你命都不要了。拿去吧。保举信拿到了，锦儿有救了。锦儿拿到了。苏云挺能干，3天时间竟能弄来20两。把钱还我，那是锦儿的诗金，还你。苏云，你私藏银子，府里的规矩，妾室私财一律归公。那是我卖命挣来的，那是锦儿的命。卖命，苏云，你是陆府的妾，不是外面卖身的野丫头，你的命都是陆府的，懂吗？手里藏着什么？拿出来。没什么。保举信，哼，王县令亲笔。苏云，你本事真不小啊！沈曼柔，求求你还给我！苏锦这辈子都考不了科举，你认命吧。与其让他当做提机器，不如送去学杀猪。走。娘，你的前途没了。我会考上，就算没有保举信，我也一定会考上。锦儿，去睡吧，求求你别写了。锦儿，其实你是我的心，你是我身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治世。锦儿，别背了，求你歇歇吧。不好，娘带你去看大夫。夫人，开门啊！夫人，救命！锦儿发高烧了，求你给个对牌，让我去请大夫。发烧？苏云，多大点事儿？这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懂不懂？这烧的都在说胡话了，大夫这就烧傻了。说胡话，那正好，说明他脑子终于从15斤的牢笼里挣脱出来了，这叫潜意识觉醒，熬过去，他指不定就变聪明了。老爷今晚赴宴未归，苏姨娘请回吧。药房先生不在，走开走开，别在这儿闹。锦儿，撑住！老爷，救救锦儿！她烧了一整夜，快不行了！快，拿我的对牌去请回春堂的大夫，快去！快！
快拿我的对牌去请回春堂的大夫，快去！夫君且慢。夫君，你回来的正好，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这是从苏云房里搜出来的，我让府医验过了，此物叫川乌散，吃了能让人极度亢奋，日夜苦读不困。但这东西毒性极大，吃多了会烧坏脑子，甚至丢命。我没有，从来没见过这东西。没有，张嬷嬷，你来说。奴婢亲眼看见苏姨娘每晚给景少爷熬药，那汤水黑乎乎的，冒着怪味，那是湿寒的姜汤，那是为了让他暖身子的。姜汤，苏云，姜汤能让一个人每天只睡2个时间，还能背书。苏云为了争，竟给锦儿吃禁药催治。陆子现在发烧是药毒入脑的副作用，他居然还有脸来求大夫。老爷，都是假的，全是他栽赃。锦儿是冻的、饿的，他不想让您失望，才拼了命的学。我从未给锦儿吃过任何脏东西。魏太傅铁面无私，他最看重锦儿的清正。若锦儿服了药，魏太傅岂能看不出来？魏渊向来刚正不阿，最和弄虚作假之人。若此子真是靠嗑药堆出来的，以魏渊的眼光毒辣，绝不会允许这样的学生来影响。真是梦如冤枉了苏云。夫君，你竟宁愿信一个妾室，也不信这铁证如山的药粉。魏太傅虽严，可他毕竟只是外人，隔着肚皮哪能看透这毒妇的钻营之心？他若是没给锦儿吃药，他怎会突然在魏太傅面前开窍？不过是他用禁药压榨锦儿的命，博取你的欢心和太傅的青睐罢了。好一个苏雨，好一个母凭子贵，畜生！为了争宠，连亲生儿子都摧残，你还是人吗？人不苦。既然你这么爱握笔，我今天就废了你这双手，看你还怎么读。我的手是口状元的，谁都不能碰。拉开他！魏太傅，姓陆的，你可知道，你要废的，当朝首辅徐阁老的关门弟子。姓陆的，你可知道，你要废的，当朝首辅徐阁老的关门弟子。什么？徐阁老？阁老连夜策定的手书，收陆锦为入室弟子，请毕生所学教之。姓陆的，你要废徐阁老的弟子，你是想灭族吗？太傅饶命！下官有眼无珠，下官也是被这骗人蒙蔽呀！烧了多久？一整夜，夫人锁了门，不准请大夫，说要让他释放天性自愈。背上他！苏云，起来，带上东西跟我走。大夫，我们还有路可走吗？莫要哭，这陆家欠你们的，一切看好了，不用等几年，明年秋闱，陆锦便能让他们后悔今日所为。好，这笔账我替锦儿记下。秋闱，苏云，你不能走，锦儿是我的种，我那是严父教子，我是他亲爹啊！陆远庭，你举棍子的时候，可没记得自己是他爹。你现在求的不是儿子，是你的乌纱帽。你走了，你爹留给你的那2只绸缎铺子和50亩庄，你这辈子都别想拿回去，那是陆家的家产。那些铺子打我进府就被充了公，收入我连1分钱都没见过。陆远庭，那些东西迟早你会亲手捧着还给我。苏云，既然你铁了心要带着孽障走，那就彻底断干净。这是给你的休书，还有陆锦的断亲书。
10数年服侍，换来一纸绝情。陆远庭，你今日断的是父子天性，绝的是夫妻恩义，你且记好了，今日这满地冰雪，便是你我恩断义绝的见证。从此往后，山高水长，我儿与你陆家死生不相见。苏云，你装什么清高？断了就断了，离了陆家，你们娘俩连这口冷饭都吃不上，滚！醒了。圣上和徐阁老看中你的策论，是看中你那股子狠劲，但没底子，你就是个空中楼阁。从今日起，卯时起，丑时睡，每日大字500，背经10卷，错一字抽一鞭。若有一日完不成，拿着你那份断亲书，滚去街上当乞丐。学生陆锦，谢老师成全。只要能读书，陆锦不惧吃苦。锦儿，歇歇吧，娘求你了，手要废了。沈氏想看我废，我偏要登顶。娘，我不疼，这点血总比陆家那口窝囊气干净。锦儿，娘便是拼了命也要供你读书。此子文章竟隐有金戈铁马的肃杀之气，假以时日，必成国之重器。翰林赞你笔力千钧，可只有娘知道，那是你磨短了上百根毛笔，磨烂了10根手指换来的。锦儿，今日表现极好，走，娘带你去巷口买刚出炉的芝麻烧饼。陆锦，哟，这不是那个做题机器吗？一股子寒酸墨水味儿。陆姐，你还没死在书堆里啊？我妈说了，你天生就是给精英打工的命。我现在天天听曲斗鸡，搞素质拓展，你呢？累得像条老狗，图什么？陆优，快乐如果是被喂出来的，那叫养猪。你既然想当猪，就别指望以后有人把你当人看。你敢骂我是猪，我弄死你！一剑的庶子竟敢躲！来人，给我打折他的腿！锦儿，心里难受吗？他不配。娘，沈曼柔给陆优的不是自由，是慢性的毒药。那个陆锦就是典型的反社会人格。优儿别怕，保持你的好奇心和创造力，那才是高阶思维。咱们不跟那种小镇做题家计较。等娘的现代商业模式成功了，你就躺着当个富二代。好，我要躺着当富二代。陆远庭，你看看这死板的经营，一个月才赚几10两，简直是浪费资源。这毕竟是苏家祖上的，你这又是拆柜台，又是改名字，能行吗？我这叫消费升级，把那些便宜料子全撤了，只卖稀缺限量款。你看着吧，我要让全京城的贵女都为了进我这间房争破脑袋。沈曼柔，你夺走的那几处铺子，以为是断了我的后路，却不知那只是我扔给你的一块裹着剧毒的甜饼。这怎么可能？正面看是白鹤展翅，反面看竟是白鹤收翼，双面异色绣。苏娘子，这手艺老夫平生未见。王掌柜，这幅画值多少？500两，只要你以后只供货给锦绣阁，价钱好商量。姐妹们，听我的，把银子预存在我这里，不仅买布打折，每月还有分红。还有这种好事儿，沈夫人真是不世出的商业奇才。苏娘子，你挣了500两，不去闹市区置办地段，买这些荒地作甚？有的人追求的是浮于水面的现银，可我知道，
土地是这世道唯一的根。沈曼柔爬得越高，摔下来的时候，骨头碎的就越响。从今日起，每日卯时去西街菜市，记录3种米、5种菜的价格，连续1月，若记错1次，便不用回来见我。学生领命。呸！哪来的穷酸书生？不买滚开！别挡着老子做生意！你这书生怎么如此难缠？看到没有，这叫金融垄断，全京城的人都得求着我陆家吃饭。我要的价格表呢？老师，学生发现，近日米价看似平稳，但城中预付卡盛行后，百姓手中的现钱变少了，大多百姓砍用这种木牌交易。一旦陆家商号的米粮断供，京城3日内必有大乱。不错，若只读4书5经，你不过是个做题的机器，唯有洞察这市井烟火下的暗流，你才能成为执棋的人。各位，今日我陆家商号正式推行至尊会员制，只要预存100两白银，就能成为本店的 VIP， 全场商品终身8折。还额外获赠我亲自研制的现代美颜膏1套，100两就能终身8折。还有那老鼠子美颜膏，快给我开一张，我也要！别急，200两，快给我开！我的300两，我的500两。曼柔，你真是我的福星，短短3周就筹到了5万两。有了这些钱，我便能打点吏部，那侍郎的位置指日可待。远婷，这只是开始，我要让陆家成为大周的罗斯柴尔德，让那些守旧的土包子看看什么叫降维打击。什么的？不需要懂，你只需要知道，以后大周的钱袋子就攥在咱们手里了。锦儿，听说沈曼柔那边已经收了几万两的预存款。娘，那不是钱，那是催命的符。说说看，为何是符？回老师，沈氏所收的每1两银子都是百姓预付的货物，他并没有利润，只是把未来的钱挪到了今日花。一旦百姓要换粮要取银，而陆家把钱都拿去买官挥霍，这几万两银子就是压死陆家最后的一座大山。有了这些钱，吏部那边总算能说上话了。可尤儿这孩子，惊雷！这通天修为，天塌地陷，紫金锤。好，尤儿这爆发力，这冒险精神，这才是大周未来的 CEO。曼柔，他半个月没进书斋了，连自己的名字都快忘怎么写了。陆远婷，格局！你那套死读书只能教出打工人，尤儿学的是思维艺价，是艺术。天雷地火，嘿嘿，天雷地火，娘，这西洋玩意儿真特么刺激！小兔崽子，哎呦，痛快！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你这庶子，竟敢如此遮辱恩师！我妈说了，这叫波普风格。你个老古董，懂什么？孽障！先生留步，我定重重责罚这逆子。陆大人，此子已被那妇人的狂诞歪理抽干了脊梁，此子无可救药。
走就走，那是他不懂创造力。以后咱们优儿当了首富，这种老古董跪着求咱们都不见。眼看着秋就要到了，曼柔的教育方式真的可行吗？离秋闱不足半月，陆锦，你觉得文章练够了吗？光会写文章还不够，你还得学会看着世间的血。跟我去刑部。去，把前朝万历年间的钱庄暴敌案卷宗翻出来，一页页看清楚。陆远庭，咱们要有花不完的钱了。这卷宗里的每一个人，都像是现在的沈曼柔。他不是在做生意，他是在玩火。锦儿，你若要救大周，先要学会看清这些血迹。法律不是用来惩罚罪恶的，它是用来预防这种毁灭性的贪婪。远庭，秋闱不足半月，你那嫡子陆优文章准备的如何了？回六叔，曼柔说优儿他走的是天才路线，不必拘泥于那些死书。天才路线，荒唐！优儿不得无礼，快跪下给老太爷见礼！畜生，你这畜生，竟敢在祖宗面前动武！老头儿，你别这么大火气，这叫热血少年，懂吗？还敢顶嘴！你这种满脑子封建思想的老古董，听过什么叫 freestyle 吗？什么歪理邪说！陆远庭，六叔饶命！六叔饶命！这种孽障若再不严加管教，我陆家族谱便没他这个名字。还有那个妖言惑众的沈氏，你若再由着他胡闹，就带着你的那些臭金子滚出我陆家大门！曼柔，六叔今日动了怒，要不还是让优儿学点四书五经吧。你能不能有点格局？这就是代沟。咱们优儿是有大格局的，那种小镇做题的路不适合他。等我成了大周首富，六叔也得求着咱们。沈曼柔最近不仅在搞预存，还弄了一种美颜膏，全城的官眷都疯了似的在抢，说是涂了能瞬间白若凝脂。那是前朝宫廷禁药的偏方，掺了过量的铅镁，初时白若浮粉，半月后皮肉便会从里往外透出青黑。锦儿，这件披风能让娘敲开长公主府的大门，只要有了长公主的赏赐，咱们就能在她那铺子对面扎下一根他们拔不出来的钉子。本宫执掌上衣剑多年，从未见过如此诡谲的阵法。这绣娘是谁？此乃一位隐世不出的苏姓娘子所作。她托草民转告，此衣名为流光，唯有殿下这般尊贵之躯，才配得上这如影随形的辉光。好一个流光，赏金1000两，去告诉那位苏娘子，若能以此技法绣出百鸟朝凤，本宫重重有赏。苏娘子，长公主的赏赐到了，只是我不明白，咱们只卖这种针对汞粉中毒的廉价解药能赚钱吗？店铺不为赚钱，为的是收人命。姐妹们，这叫黑科技美白，只需3天，保准你白得发光，像剥了壳的鸡蛋。沈夫人真是神医在世，这皮肤真的白了。预存款让陆府背上了沉重的债，美颜膏又给沈曼柔埋下了足以灭门的隐患。陆家现在有多红火，烧起来的时候就有多惨烈。大家听听，这是我家尤儿写的现代诗。秋天是金色的，像我的钱袋子一样沉重。陆夫人，陆侍郎家那个被赶出门的弃子路也进去了，您不担心？担心什么？那种死读书的做题机器要是能中，太阳都得从西边起。
这叫后现代主义，比那些死板的文章有灵性多了。策论试题，论前法与农桑之经纬。我救一下！我跑！原来您教我的不是死读书，而是这经世记名的真本事。远婷，我给优儿报的是艺术特长，那主考官只要有审美，肯定会给高分。可是优儿根本没进考场啊！你懂什么？这叫降维打击。只要有名气，还怕没功名？陆家有人中了！看到没？我就说优儿是天才。陆远婷，咱们陆家要出状元总裁了！第一名，求为第一名，魏府陆锦。这解元郎瞧着竟还是个少年，这怎么可能？大周开国以来，何曾有过这般连冠礼都未及的解元啊？这不是陆家那个弃子吗？怎么一跃成了解元？我是锦儿，锦儿，那是我的锦儿，我是解元的父亲，我陆家光宗耀祖了。闲杂人等退后！瞎了你的狗眼！我是他亲爹，当朝礼部侍郎陆远婷，快让我过去！这位大人，你认错人了。不可能，陆锦那个只知道死读书的书呆子，怎么可能压过京城那么多才子？看什么看？还在玩这些没用的东西！从明天起，你也给我去背诗，找全京城最好的西施。不信我沈曼如用现代教育理念教出的孩子，会输给那个土包子！妈，你不是说那叫死记硬背是在扼杀孩子的天性吗？你以前说那最没前途。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他中了解元，满城都在笑话我们，你必须给我争口气！去，背诗有什么了不起？我还会太空步和街舞呢。苏雨，你别得意，一个穷酸解元算什么？等我的商业帝国建成，我要用钱把你们母子活活砸死！锦儿，中举后的这几日，可曾觉得志得意满，风光无限？学生不敢，科考只是巧门砖，真正的学问在庙堂，在天下。那你就好好看看这天下的一隅。别急，一个个来，只要交10两现银，就能领一张至尊会员卡。不仅以后能在社区里住红砖大瓦房，每个月还能领一小袋陈米作为利息，稳赚不赔呀！我先买，我连买棺材的钱都拿出来了，谁也别跟我抢！大人，这是老身一辈子的棺材本，全给您了，求您赏张卡。老身也想住那什么大瓦房。拿好，拿好，赶紧走，下一个。盐碱地，土质干硬，寸草不生。景儿，你看到了什么？学生看到了赤裸裸的掠夺。这2年来，沈夫人借着陆家的招牌，用一张空头承诺的木牌，换走了百姓赖以活命的现银。这块地种不出庄稼，更盖不起他口中所谓的红砖绿瓦。他这是在用百姓的血肉供养他所谓的大周首富名头。一旦资金链断裂，谎言被戳穿，这些百姓将血本无归，只能家破人亡，卖儿育女。景儿，明年便是春闱，若你是当朝首辅，此局何解？此局无解，唯有彻底崩碎，让毒瘤连根拔起，在绝望的灰烬中，方能重建真正的新秩序。而我，会是那个收火的人。好，不愧是我魏渊倾囊相交的弟子。各位族长长辈，陆锦算什么？不过是个只会死记硬背的酸腐木头罢了。优儿，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绝活。这成何体统？衣冠不整，宛如幽灵！
还不快向各位长辈磕头问安！太爷爷，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磕头，落后！看好了，爷给你们表演个绝的，这叫太空步。老头儿，你 out 了，爷带你蹦迪。你这个孽障，口出狂言，目无尊长，简直是陆家的耻辱！幼儿，别胡闹了，快给你太爷跪下磕头！远婷，你干什么？你弄疼他了，这叫释放天性。悠儿不仅艺术细胞发达，数学更是远超常人。悠儿，用你的现代金融思维告诉太爷爷，咱们陆家300两现银本金，加上城西那块价值40两的空地，如果拿去放印子钱，总共能撬动多大盘子？300加40等于3400两，这就叫杠杆效用！我的天爷，这就是所谓的天才，算账连3岁开蒙的小儿都不如，竟还满口胡言乱语。陆家100年书香门第，怎么出了这么个惊世骇俗的草包？六叔，快叫大夫！陆远庭，你是要断了我陆家的香火！这种满口胡言的废物，绝不能入我陆家族谱！滚！你们都给我滚！只怕日后陆氏一族再无我容身之地。沈曼柔，你用劣质化学品勾兑出的美颜膏，终于遭到反噬了。沈曼柔，你给我滚出来！你这个恶毒的贱人，还我脸烂！我的脸全烂了，这可是花了几百两银子买的至尊药膏啊！我不活了！东家，这2年靠着长公主的御赐金链，咱们赚得盆满钵满，账上的现银足够吃下她所有的木牌。火候差不多了，开炉吧。诸位夫人莫慌，苏氏商号新出焕颜露，专治各种奇毒烂脸，只需3日，包保恢复如初，白皙如玉。别等着老娘买药救命！给我来10瓶，多少钱我都出！夫人且慢，我家东主有令，这焕颜露极其珍贵，不卖现银。不卖现银？那怎么卖？只卖给持有犬迹至尊卡的人，拿卡来换，卡里1半的银子作为药钱，剩下的我们立刻兑现给你，童叟无欺。换，赶紧换！我是一刻也不想和那毒妇扯上关系了。远婷，对面的苏氏商行在搞恶意竞争，我们需要更多的钱来研发第2代产品，快给我钱！钱？账房早就空了，现在满大街都是要账的人，你让我去哪儿弄钱？城郊那几处苏云留下的老铺子，还有陆家祖宅的地契，全拿去抵押给钱章。快去！你疯了！那是土产！你懂什么？这是杠杆原理。你看，这养老院蓝图，只要建起来，全京城的有钱人都会来排队。到时候，别说几处铺子，整个京城的钱都是我们的。真的能连本带利赚回来？我是现代人，我的商业眼光绝对不会错。我们马上就要成为大周首富了，快签字！锦儿，这么大的雨，你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娘，东西拿到了。当年我带着10里红妆嫁入陆家，陆远庭曾指天发誓，此生绝不负。可终究敌不过沈曼柔所谓的自由恋爱，将我这原配贬妻为妾。他抵押了所有祖产，不仅如此，还有沈曼离在各大地下钱庄签下的天文数字借条。他以为他在玩所谓的金融杠杆，却不知道这杠杆的另一端一直死死握在娘的手里。陆远庭、沈曼柔，你们无情无义夺走我的一切，如今我要让你们连本带利的吐出来，尝尝一无所有的滋味。你看这雨下得多大，简直是要冲刷掉世间的一切污。城郊那片盐碱地，排水系统形同虚设。沈曼柔为了赶工期中饱私囊，用的全是劣质泥砖。我们要等他最高兴、最得意，觉得马上就要手指摘星唇的那一刻，再把梯子狠狠地抽掉。擦了，
全塌了！这可是我们交了足足1000两银子定金的江景房啊！什么江景？这分明就是盐碱地！沈夫人，你今天必须得给我们一个交代！喊什么喊？没见过世面，这叫沉降期，懂不懂什么叫科学？沉降期，房子都塌成一滩泥水了，你跟我说这是沉降？亏你们还是京城里有头有脸的生意人，现代快铸法就是这样的，先建框架，再做填补，这点常识都没有吗？哼，大周朝这破气候阴湿得很，地基点小事就大惊小怪，以后怎么跟着我赚大钱？少拿这些我们听不懂的词来糊弄人。这地漏水强烈了，我们存进去的养老钱到底还能不能拿回来？退钱，契约上写的清清楚楚，预付款概不退还。要想房子建好，你们还得再交一笔抗震加固费。你这简直是明抢！陆侍郎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我夫君可是当朝礼部侍郎，你们敢在陆家的地盘上闹事，翠儿，给我送客上！东家，城郊那边传来确切消息，沈曼柔的养老市区在暴雨里塌了一大半，几个交了钱的附身正闹着要退钱呢。盐碱地上建高楼，不用夯土，不用生铁，只凭他嘴里那些所谓的新鲜词汇，能撑到今天才塌，已是老天爷瞎了眼。但这沈曼柔脸皮极厚，仗着陆远亭的官威，硬是把那些要债的附身给骂了回去。官威填不饱肚子，也补不上陆家账面上的大空。交代你去办的事情，办得如何了？东家放心，我已经安排了10几个口风紧的生面孔，在各大茶馆酒肆散布消息了。很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沈曼柔不是最喜欢玩什么杠杆吗？我就让她好好尝尝，信用这根杠杆断裂时会砸死多少人。去，再加一把猛火，把风声吹到那些供货商的耳朵里。我要陆家孤立无援。荣老板，这是下半个月的面粉钱，赶紧装车，我们陆家还要急用呢。张账房，你拿这块破木头给我是什么意思？哼，怎么不认识了？这是我们沈夫人亲自设计的至尊木牌，见牌如见银，拿去陆家商号，随时能兑换现银，你只管收下便是。抱歉，从今天起，我们荣记不收这破木头，只要现银。这可是陆家的信誉，你一个卖面粉的，敢得罪我们侍郎府？哼，信誉，去你们陆家商号看看，除了灰尘还有什么？街坊们都传遍了，你们那位沈夫人搞什么狗屁现代投资，在盐碱地上盖房子，全塌了。陆家的银子早就打水漂了，你们现在就是个空壳子。什么？陆家没钱了？那可是京城首屈一指的大户啊！哎呀，我手里还有陆家商号发的50两木牌呢，这可怎么办？你胡说八道！我们夫人有的是手段，区区一点银子算什么？伙计们，把面粉全都给我卸下来，不给现银，1粒面渣都不卖给陆家。快去陆家商号，去晚了钱就没了。我的棺材本啊，全换成了这老狮子至尊卡。陆家要是倒了，我也活不成了。等这波危机过去，我再推个债转股的方案。这群古代土著还不是被我拿捏得死死的，任我割韭菜。夫人，外面有点不对劲，好像有很多人朝咱们这儿跑过来了。能有什么事儿？肯定是那个什么美颜膏又卖脱销了。这群无知的女人就是疯狂。反了天了！谁敢在陆家撒野？不想活了吗？荣老板，这是下半个月的面粉钱，赶紧装车，我们陆家还要急用呢。张账房，你拿这块破木头给我是什么意思？哼，怎么不认识了？这是我们沈夫人亲自设计的至尊木牌，见牌如见银，拿去陆家商号，随时能兑换现银，你只管收下便是。抱歉，从今天起，我们荣记不收这破木头，只要现银。这可是陆家的信誉，你一个卖面粉的，敢得罪我们侍郎府？哼，信誉，去你们陆家商号看看，除了灰尘还有什么？街坊们都传遍了，你们那位沈夫人搞什么狗屁现代投资，在盐碱地上盖房子，全塌了。陆家的银子早就打水漂了，你们现在就是个空壳子。什么？陆家没钱了？那可是京城首屈一指的大户啊！哎呀，我手里还有陆家商号发的50两木牌呢，这可怎么办？你胡说八道！我们夫人有的是手段，
区区一点银子算什么？伙计们，把面粉全都给我卸下来，不给现银，1粒面渣都不卖给陆家。快去陆家商号，去晚了钱就没了。我的棺材本啊，全换成了这老十字至尊卡。陆家要是倒了，我也活不成了。等这波危机过去，我再推个债转股的方案。这群古代土著还不是被我拿捏的死死的，任我割韭菜。夫人，外面有点不对劲，好像有很多人朝咱们这儿跑过来了。能有什么事儿？肯定是那个什么美颜膏又卖脱销了。这群无知的女人就是疯狂。反了天了！谁敢在陆家撒野？不想活了吗？苏娘子，按照您的吩咐，钱庄里那些被陆远廷悄悄抵押出去的祖产，我们已经全部暗中接手了。现在陆远廷手里剩下的只有他正在住的那个空壳子陆府了。苏娘子，咱们现在是不是该收网了？还不够。沈曼柔不是最喜欢搞什么众筹和集资吗？那就让他好好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商业吞并。林燕，您刚才说的可是真的？您背后的东家真的愿意接手我们手里陆家的债券？那沈曼柔就是个疯子。陆家现在大门紧闭，我们投进去的几万两银子，眼看就要打水漂了。谁接手谁就是活菩萨呀！我们东家愿意出面替你们兜这个底，但丑话说在前面，我们是生意人，不是开市善堂的。债权收购，价格只能给2成。2成？这也太黑了！1万两银子只给2000两，你们怎么不去抢？嘿，你出去看看陆家还能撑几天？现在外面的百姓都在砸陆家的大门。再过3天，陆家一旦被查封，你们手里那些借条就是擦屁股都嫌硬的废纸，一文不值。拿2成回去，好歹能保住你们自家的资金周转，留得青山在。不卖，那就等着和陆家一起陪葬吧。好，我卖，断尾求生，比血本无归强。东家，京城里排得上号的陆家大额债权，如今已经有8成都捏在咱们手里了。陆远廷、沈曼柔，你们当年从我这里用尽手段夺走的，我现在要连本带利，一寸一寸的拿回。陆侍郎，你躲在衙门里算什么本事？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家那个毒妇骗了我们几万两银子，今天不给个说法，你休想回府。放肆！本官是朝廷命官，你们敢聚众冲击当朝官员，不要命了吗？朝廷命官，你陆家商号都快倒闭了，全京城都知道你们是骗子，马上你就要去大牢里做官了。大人，快走，顶不住了！怎么会这样？祖宅的地契呢？城南田庄的契约呢？钱呢？找什么呢？一回来就大呼小叫，一点当朝大员的稳重都没有。现代人讲究情绪稳定，懂不懂？钱呢？账面上那1万两会员地契去哪儿了？我放在安科里的地契呢？弄啊，弄疼我了！发什么神经？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那些钱和地契都抵押出去，全投到城郊的养老社区和现代物流中心里去。投进去了，现在外面全塌了，到处都在传陆家破产了，要拿我这条命去填坑。远廷，你就是眼界太窄，做大事要有格局。现在只是市场调整期的暂时阵痛，等资金链缓过来，利润是成倍的。阵痛？陆家100年的祖产都被你抵押光了，全京城都在找我讨债，组长那边已经跟我断了联系，御史台明天就要弹劾我纵容家眷敛财，我的官位，我苦读10年的前程全被你这毒妇毁了。你敢打我？没有我的现代商业理念，你一个穷书生能有今天？你等着，我会证明我是对的。你们这些迂腐的古人根本不配。开门，快开门！我要见锦儿。陆大人，深更半夜的，何故在此大呼小叫？求求你通融一下，陆家大难临头了，只有锦儿能救我们，只要他肯出面。陆上人，请回吧。我家公子正在闭关备考，魏大人交代过，
天大的事也大不过明年的春事。我是他亲爹，血浓于水呀！他读的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陆大人慎言，当初您逼得公子出府时，可没想过什么血浓于水。公子说了，陆家的盈亏祸福，便与他再无半点干系。当你为了那个女人弃我于不顾时，就该想到今日的结局。你父亲在门外淋着雨，哭得可真是凄惨。你当真不见？不见。心性够狠，不过流言蜚语可是会杀人的。你不怕背上不孝的骂名，影响你明年的春试大考？大周以孝治天下，但孝的是生养之德，而非纵容之恶。他若真是无路可走，我自会替他收拾。但现在，他不过是想借我的事，去填他那无底的窟窿罢了。瑶儿，我看你有心玩的。瑶儿，你别玩了，快读书！你必须给我考上功名。读什么读啊？这些全是繁体字，看着就头疼。你不是说不用死记硬背吗？不认识也要背，只要你考个功名回来，那些要债的就不敢再来堵门了。你是全家最后的希望。妈，是你说的，死读书没有用。我现在不想读书，我要去春风楼听曲，我要去玩叶子戏。你别拿这些古代破规矩烦我。为什么会这样？在现代，释放孩子天性不是最正确的吗？为什么他连半点礼义廉耻都没有？我剩下的那几只金簪呢？那是我留着最后买命的钱。那个，我拿去黑市了。你换了什么？你把我的救命钱换了什么？换了几个西洋机械小玩意儿啊！你不是说要重点培养我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吗？金簪又不能玩，拿去换东西怎么了？毁了，全毁了。起开！陆家拖欠钱庄巨额欠款，逾期不还，奉命查封、抵押房产，闲杂人等统统退后。不可能，我的商业模式没有错，只是这群古代人不懂。云儿，你回来了！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你不会不管我的。陆大人，请自重，当街拉扯，成何体统？云儿，听说你靠绣工赚了不少钱，对不对？你帮帮陆家，只要度过这次难关，我马上休了那个贱人。陆大人，你搞错了，我今天来不是来救你陆家，我是来烧房的。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是我亲自抵押给钱庄的祖场地契，你一个被休出家门的弃妇，哪来这么多钱把他们全部许回？这都要感谢沈夫人你，还有你那引以为傲的现代商业模式。你把全城百姓当韭菜，我就在旁边悄悄收割；你卖烂脸的毒药膏，我便卖对症的修复药方；你造出满天飞的商业泡沫，我便以最低价收回这陆家祖产的残渣。你懂虚无缥缈的现代商业，而我懂怎么在这世道攥住实打实的东西。各位官差，陆家抵押给钱庄的所有地契，已由我家东家苏氏全数徐回，欠款本息2清。这是顺天府的册封文书，劳烦各位撤下封符。林烨，东家有何吩咐？把我的椅子搬进来，
这厅里的东西沾了太多脏东西，不必留。抬进来。苏云，你这个蛇蝎心肠的毒妇，你这是落井下石，你还有没有半点夫妻情分？陆大人此言差矣。这些地契是沈夫人为了她那个狗屁不通的养老老袁白纸黑字画账亲手抵押给钱庄的，我不过是照价全数买回，填了你们造的孽，何来落井下石一说？苏元，你别太得意忘形。这宅子就算所有权归了你，但这里是朝廷3品大员的府邸，我不信官府会任由你把我们赶出去。我要去告你强买强卖！强买强卖！沈夫人，在大周律法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已经给官府递了呈子，刺史大人不仅批红，还大加赞赏我为民解忧，结清了烂摊子。官府念在陆大人还有半个官职在身，法外施恩，允许你们暂时以租赁的名义继续住在这宅子里的偏院。只是麻烦两位认清现实，从今天起，你们是客，我是主，这宅子的规矩由我来定。两位，白纸黑字，画押生效，要么签字留居，要么现在就卷铺盖滚出陆府。记住契约上的规矩，这陆府上下，你们用的每一口粮、每一担水都要算清楚银钱，少一文或是坏了规矩，就带着你的宝贝儿子滚落街头。你想拿捏我，没门儿！我就不信，我一个21世纪的人玩不过你一个封建土著。陆远庭，你怕什么？他不就是拿了个破地契吗？我现在就去把那些债主拉到我们这边，只要民心在我手里，他苏云就算有地契，也坐不稳这个位置。大家静一静，都听我说，不要听信苏云那个贱人的挑拨，他就是个趁火打劫的小人，他恶意收购地契，就是想把陆家榨干，然后把你们的欠款一笔勾销。大家听我说，我现在立刻推出债转股计划，只要你们把手中的欠款木牌换成我那片养老圣区的永久居住权和分红权，我们一起去打官司把地契拿回来，以后在场的各位全都是我陆家商号的原始大股东，我们一起赚大钱，吃香喝辣。大家都让让，睁大眼睛，好好看看你们的大股东干的什么好事！股东，去你的股东！大家看看我的脸，看看我这张脸啊！为了买他的美白药膏，我借了印子钱，现在人毁容了，丈夫休了我，家也散了，我没有办法了！我们不要股权，我们要现钱治病！毒妇，还我的脸，还我的钱！满嘴胡言的骗子，还我们的血汗钱！打死这个不要脸的毒妇！自作孽不可活。李大人，这是上好的端砚，您看之前拜托您的那件事。陆大人请自重，如今谁不知道你陆家弄得京城乌烟瘴气，连诰命夫人都被告上顺天府，我可不敢沾你的边儿。治家不严者，何以治天下？哼！若非春闱大考在即，礼部缺人手，御史台的弹劾折子早就扒了你的这身官皮。你以为你这侍郎还能做到几时？魏太傅息怒，下官一定严加管教，查清所有事。好自为之。爹，你看，我用硝石和硫磺炼出来的威力。我妈说这叫化学实验，是科学。少爷别玩了，要烧到家祠了，那是祖宗牌位啊！怕什么？我妈说了，祖宗都是老封建，烧了就烧了。你们这些古代土包子懂什么？孽障！六叔都要把我们赶出宗族了，你现在连我们的家祠都要烧！哼！你敢打我？妈说不能动手打人，这叫家暴，这是扼杀天性，你这是违法的。化学实验，老子都要被罢官了，家都要被你妈败光了，你还在玩这些旁门左道？四书五经背到哪里去了？
我陆家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废物？我不要读书，那些文言文狗屁不通，我根本记不住。我妈说我是天才，不用读书也是天才。你们这套封建废物早就过时了。完了，这就是沈曼柔给我培养的好儿子，我陆家的根彻底断了。锦儿，你出来见见为父吧。锦儿，为父知道错了，那个沈氏，我自会处置。你是陆家的儿子，你不能眼睁睁看着陆家就这样散了。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书呆子，读再多书也是个卷王牛马的命。就是，一天到晚就知道读书，一点都不懂规矩，惊扰了狄少爷怎么办？锦儿，我就知道你不会。陆大人，锦儿正在闭关准备春闱，分毫时间都耽误不得，没空见闲杂人等。魏阁老，求您通融一下，让我见他一面，我是他爹呀！爹，陆大人怕是记性不太好，锦儿让我转告你。他记得那日断亲书上写的明白，生死不相往来，荣辱不相干涉。陆大人现在的辱他担不起，日后他的荣你也沾不着。他真的这么狠心，连生身父亲都不管了？狠心？这不是狠心，这是陆大人亲手教出来的因果。当初你举着棍子要废他手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他是你的亲生儿子？因果报应啊！不可能，我沈曼柔是带着现代智慧的大女主，怎么可能输给一个封建黄脸婆？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夫人，外头的寨主把大门堵死了，老爷去魏府求大少爷，被赶回来了。官府也天天派人来催赔款，咱们没路走了。闭嘴！谁说我没路走了？靠男人已经没戏了。陆锦是苏云唯一的软肋，他马上要参加春闱，大周朝最讲究孝道名声，我就毁了陆锦的名声，让他进不了考场，一辈子翻不了身。你想把我赶尽杀绝，那我们就一起死。去，把我在账房里偷偷藏的那笔碎银子拿出来。夫人，那点钱不够还债的。谁说我要还债？我要用这笔钱买通全京城的说书人。陆锦不是想考状元吗？我就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他是个丧尽天良、欺负囚容的白眼狼。我看他名声臭了，还怎么进考场？怎么当状元？各位看官，今日单说那京城里出了一桩奇闻，有一位即将参加春闱的解元郎，满腹经纶，却是个丧尽天良的白眼狼。这位解元郎自从拜了太傅为师，便嫌弃生父官职低微，竟仗势欺人，逼迫生父写下断亲书。在他嫡母重病、生父大狱中跪地苦求之时，他竟大门滚闭。这等忘恩负义、逼父断亲之徒，若让他高中状元，岂不是天理难容？简直禽兽不如！这种人怎么配读书？怎么配参加科举？就是获得他的公平，滚出京城！沈曼柔，这就是你能想到的最后招数，用舆论杀人。可惜，在绝对的实力和证据面前，流言不过是你自掘坟墓的铲子。林烨，备车，我们去陆府。他既然敢坏规矩，那这房子他也别住了。是，董总。苏家商号奉命清退违约租户，从今日起收回陆府所有房屋使用权，府内所有租户私人物品即刻清点，无关人等，半个时辰内全部搬出陆府。你们干什么？这里是礼部侍郎的府邸，
谁给你们的胆子？陆大人，您忘了，这宅子的所有权早就归我家东家所有，你们只是租户，逾期3月未交房租，还在外造谣诽谤解元宫陆锦，损害东家名誉，早已严重违约。我们今日只是按合约、按律法收回房屋，清退违约之人。不，那是我们的银子，不能动！抢钱！我要去告你们！你们这些封建独雷，懂不懂什么叫现代契约精神？债务可以重组，租约可以协商，凭什么清退我？契约精神。沈夫人，既然你喜欢谈契约，那就该知道，违约就要付出代价。你白纸黑字按下手印的租歇，你亲口许下的承诺，你在外造的谣、欠的房租，都在我的账本上，这才是契约。这一切都是你设的局。林烨，继续清点。半个时辰后，我不想在这宅子里再看到任何无关的人。是，主子。来人，核查他们随身的物件，不准夹带府里一草一木。这是我身上穿的贴身衣物，你们这些臭男人谁敢碰我？谁碰我，我做鬼也不放过他。罢了，退下，没必要脏了你们的手。他既然想留点体面，就让他带着身上那点零碎。苏云，你一定要做绝到这种地步吗？一日夫妻百日恩，你非要把我们逼上绝路吗？陆大人，这不叫做绝，这叫两清。当年我带着10里红妆入你陆府，在这偏院里陪着锦儿忍饥受冻，被你们肆意欺辱的时候，你没念过一日夫妻百日恩。如今我拿回属于我的东西，按律法按契约清退违约之人，倒成了赶尽杀绝。苏云，你别得意，你以为你赢了吗？你不过是靠着这些房子地契这些死物，可我手里握着的是全京城的民心。你那宝贝儿子陆锦，就算再有才华又怎样？现在全京城都知道他是个不孝的畜生，他名声臭了，这辈子都别想踏入宫院大门半步。民心不过是谎言煽动起的乌合之众，你对这大王朝的规则一无所知。沈曼柔，你一直觉得能用流言玩弄人心，却忘了一个最致命的道理。你猜，如果全京城的人看到你虐待庶子、制售毒药膏害人，甚至买通人造谣诽谤未来朝廷命官的真相，你的民心还能撑多久？昨日被苏云那贱人扫地出门，全京城都在看我的笑话。只要今日幼儿能顶住神童名号，得到大儒赏识，念在天才将士的份上，圣上也不会革我的职。优儿，别想那些死书，按娘教你的逻辑去背，随便拿出一手都能吊打这群老古董。真能做出诗来？我看选，他要是能做出诗来，我把这桌子吃了。陆家二郎，令堂称你有绝世之才，今日大雪初夕，便以冬梅为题，赋诗一首即可。冬天的梅花红又红，像那翠香楼姑娘的大红肚兜。这就是绝世才子啊！这种淫词艳曲、狗屁不通的打油诗，连市井混混都不如。胡闹，简直犹如斯文！去死吧！你们这群老古董！逆子，还敢来看我笑话！母亲，让您见笑了。靠金银堆出来的戏台，终究经不起真才实学的检验。夫人，衙门那边已传令，沈曼柔挪用公款诽谤朝廷命官的证据确凿，差役在楼下候着了。好，他既然敢把脏水往锦儿身上泼，我就让他看看什么叫自掘坟墓。娘，都怪你，非要让我上台，现在全京城都在笑我，说我是个草包。闭嘴！再哭我就把你扔出去！只要陆锦那个野种从天上掉下来，咱们就能回陆府。那些说书人已经传了半个月了，可陆锦那畜生躲在魏府不出门。春薇一开口，他只要进了场，咱们就真没机会了。
流言杀不死你，那我就用这条命去换。明天是春闱入场，我要在贡院门口当着全天下考官的面告他一个忤逆亲父，逼死嫡母。好，这叫大义灭亲。他若不救陆家，就得陪陆家一起死。各位大人，各位学子，看看这个虚伪的才子，他母亲苏云侵吞陆家家产，他陆锦毕生父跪地乞怜，这种不忠不孝之人，有何脸面踏入圣贤考场？这就是那首府弟子陆锦，简直是斯文败类！若让这种人入朝为官，大周危矣！大家拦住他！陆锦，你这个畜生！你看看这上面的血，这是你嫡母的心头血！你敢跨进这个门，祖宗在天上看着你！沈夫人，你说我弃父，可断亲书是陆大人亲手签的。你说我纵母，苏氏商号救的是被你骗光的百姓。诸位，大周律法，考场前喧哗诬告命官家属者，重则50板。既然沈夫人想要求个公道，那便请主考官当众验一验，他这血书下的冤情到底值几个钱？沈氏曼柔，你买通说书人，诽谤在先，如今又擅闯考场诬告，轰出去！沈曼柔想玩舆论战，我便让他看看什么叫铁证如山。诸位街坊，凡在沈曼柔那里众筹过养老银子的，拿着凭证，今日便可在苏氏商号核对明席。我们的养老钱还能回来吗？那杜甫说钱都没了。不仅能，我家夫人苏云早已抵押了城郊荒地，为大家先行垫付30%本金，剩下的大理寺已立案，定会追讨到底。沈曼柔拿着你们的救命钱买香料吃血燕，却让亲子在冰窖自生自灭，这种满嘴仁义的疯子，你们还要信他吗？奴婢翠儿作证，沈曼柔不仅苛待公子，还买通乞丐毁公子名誉，字字句句如有虚言，奴婢愿遭天打雷劈。苏娘子大义。被督府当猴耍了，简直是临之耻！母亲，您用荒地做抵押替百姓垫钱，这一步走得太险，儿子怕您太辛苦。锦儿，你要记住，民心不是靠谎言骗来的，是靠真心换的。沈曼柔不懂代价，所以她注定一败涂地。完了，全完了，全完了！名声臭了，官位保不住了。沈曼柔，当初你说这叫金融杠杆，结果呢？你毁了我的家底，毁了我的前程。现在怪我了，陆远庭。当初你拿着那些集资款去打点上司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你穿狐裘喝陈酿的时候，你怎么不写信？你就是个贪婪又无能的懦夫。云儿，只有云儿能救我。对，他有钱，他有魏太傅做靠山，他一定会救我的。云儿，我冒险来看你了。云儿，我被那沈氏蒙蔽了心智啊！我知道错了，只要你帮我清了那些债，挽回吏部的名声，我马上接锦儿回来。我发誓，以后陆家的一切，连官位举荐，全都是锦儿的。陆远庭，你这番话真是荒唐的令人作呕。你求我，是因为锦儿有魏太师撑腰了，是因为你那嫡子成了废人，更是因为你的乌纱帽快要堕入阴沟了。不是，我是真的念及夫妻。你念及的是你自己的贪婪。当初你看着沈曼柔克扣我们母子衣时，你冷眼旁观；她诬告锦来时，你推波助澜。是你自己亲手杀死了那个家。从我带锦儿离开的那天起，你我之间只有死敌，
再无情分。林毅，送客。是。陆大人，请吧，别脏了夫人的地毯。只要幽儿能中榜，哪怕是个同进士，陆远庭那个势利眼就不敢休我，我的富贵就都能回来。今年春闱礼部绝密考题，整个京城独此一份，包中名次。如今我连5两都拿不出来，何况5000两？这是陆远庭背着所有人历年卖官鬻官的受贿账册原件，这另一张是他收受江南盐商贿赂藏在别人名下的10张万两盐引。这2样东西官府都不知道，加起来价值连城，换这份考题够不够？苏云、陆锦，等我幽儿金榜题名，我要把你们狠狠踩在脚底。你们这些古代土著怎么懂我现代人的洁净智慧？夫人，一切如您神机妙算，鱼儿已经上钩了。陆远庭藏了一辈子的死穴，竟被他最宠爱的女人亲手送到了我手里。夫人，那份伪造的假考题，沈氏如获至宝。沈曼柔一向自诩聪明，最爱这种不劳而获的偏门。既然他急着翻身，那我便成全他，送他一条直通断头台的死亡捷径。大学之道，在什么名，什么知乎者也，狗屁不通！老子连百家姓都没认全，你让我背这文言文？一整夜了，就这半道题，你连读都读不顺，你脑子里装的都是猪油吗？你以前不是说读书没用吗？是你让我快乐教育的，现在又逼我受这个罪，我不干了！好一个快乐教育！既然你是个废物，那就不背了。你自己考不上，娘就花钱给你雇个替身，只要毁了陆锦的传子，把你的名字换上去，这状元依旧是我们陆家的。你个毒妇还敢来找我，我马上就要被你连累的丢官罢职了，滚出去！狗男人，还好我留了他贪腐账册的副本。陆大人，省省吧，你剩下的那些贪腐底单还在我手里，我要是交到大理寺，你连命都保不住。别怕，我是来救你的。看看这是什么？今年春闱的真题，只要你动用礼部侍郎的职权，在名次上给幽儿伪造一个举人身份，让他混进考场，等他高中，陆家就能绝处逢生，谁还敢查你？伪造考生名册，这是科场赌币的死罪。你现在也是死局，做还有一线生机，不做，我现在就去大理寺击鼓鸣血，咱们一家3口一起下地狱！夫人，陆远庭已经盖了印，沈氏正拿着最后的一点底牌，在黑市上发疯般的找能打通考场关节的缺口，甚至在打听能接触到阅卷房的小丽，想毁了锦少爷的考卷。他既想上天，我们就送他一架梯子。林烨，按计划行事。是。
第一步，沈氏接触的所有地痞、缺个、小吏，全部替换成我们的人。第二步，陆远亭伪造名册的铁证，今晚就会不小心落到吏部尚书的书案上。证据先按住，隐而不发。等他们自以为爬到云端时再动手，摔下来才能粉身碎骨。记住了，不仅要安排枪手替考，还要让阅卷小吏把陆锦的卷子糊上墨汁，我要他死无葬身之地。夫人放心，小的办事绝无纰漏。苏云，这一次老娘要让你亲眼看着你儿子坠入地狱，我赢定了。禀夫人，沈氏的全部计划，小的已一字不落记下。替考的枪手、阅卷的小吏，都已换成了死士，随时听候夫人发落。科场舞弊，欺君罔上。沈曼柔，这猪族的断头台我已经替你搭好了。春闱放榜之日，就是你万劫不复之时。蠢货！为了一个疯妇，你竟敢伪造庶子的科举资格！族长救我！我是一时糊涂，被沈氏蒙蔽了。哼！春闱结束前，若是此事牵连陆家半分，老夫便开祠堂，将你逐出族谱，死后不入祖坟。滚！好胆量！一群跳梁小丑，竟敢在科举大考上动土！真当老夫手里的戒尺断了吗？太傅息怒，网已张开，只等春闱开锣。老夫这就去见严正清。今年春闱，老夫亲自搬把椅子坐在贡院大堂，我看谁敢动我的徒弟一根汗毛！夫人，沈氏竟联系了那批被他坑惨的苦主，画大饼说只要陆游高中就双倍的还钱，让他们在放榜日去贡院门口造谣锦少爷舞弊。把沈曼柔当年骗他们倾家荡产的原始字据，连夜扔进那些苦主的院子里。不用我们动手，愤怒的债主就能把它撕成碎片。幽儿，你听好，过了明天，你就是状元，我们就能把苏云母子踩在烂泥里，永世不得翻身。此时的沈曼柔根本不知道，她精心编织的每一条毒计，都已变成勒在自己脖子上的绞刑锁。停手！停手！马上停手！族长要将我逐出家门了！伪造资格是死罪，我不能陪你疯下去了！现在说停，晚了。贪腐账册还在我手里，你要是敢坏我幽儿的前程，我马上把他扔进大理寺，大不了一起砍头，大不了一起砍头！你这个毒妇！绝不能被这个女人拖死，必须先发制人。锦儿，场外魍魉横行，你可知如何破局？考场之上，最锋利的武器不是笔墨，是问心无愧。魑魅魍魉自有青天去斩。好，你娘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你只需握紧你的笔，写下治国平天下的文章。去吧，去拿你的状元。尽力就好，无论发生什么，娘永远在你身后。娘，等儿子回家。邪不为臣。
夫人，天罗地网已收紧，审视的每一个死士，身旁都站着我们的刀斧手。娘，我背不出来，我接不上暗号。我不想去考场，科场舞弊被抓住了，要杀头的。废物，连抄都不会抄的废物！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就算你真的烂泥扶不上墙，考不了，我也要用你的名头，把陆锦一起拖下地狱，他休想独活！组长，开门啊！肯定知错了，组长，远庭知错了，求宗主庇护远庭一命啊！陆家没有你这样自掘坟墓的子孙，是死是活，全看你自己的造化。封门！第一个匣子，贪腐账册原件和收受的盐引，送吏部。第二个匣子，沈曼柔科场舞弊、非法集资的铁证，交大理寺。百户大人，春闱今日开锣，沈曼柔若有任何变动，无需回禀，就地擒拿。卑职领命，今日就是将京城翻过来，也绝不让一颗老鼠屎落进考场。出来啊！天罗地网我已经布好了，今天陆锦踏进宫院就是个死人。春闱防守一定是我家优儿的，你输了。沈曼柔，你从抵押祖宅地地契的那天起就已经输了。你引以为傲的底牌，你联络的每一个暗线，包括你手里那份所谓的绝密考题，全是我故意喂给你的毒药。不可能，他是诈我的。这个封建土著不可能算得过我，我是穿越的，我有光环的。去，握紧你的笔，写尽天下清贫。只要老夫还有一口气，这考场外的一粒灰尘都休想落到你的卷子上。天王盖地虎！大人明鉴，草民检举，此人是个不识字的白丁，他伪造举人文书，花100两白银雇草民替考，这是买命钱的收据。爹，救我啊！爹，我不想死啊！大人，下官冤枉啊！这全都是贱内沈曼柔那个毒妇一手策划的，是他逼着犬子来替考的。下官毫不知情，下官是被胁迫的。陆远庭，你这软骨头！好，
夹带私抄，构陷考生，拿下！快跑！苏云，是你，全是你设的套！我是三品侍郎的正妻，我是带着现代制回来的主角啊！你们凭什么抓我？你们没有证据，此边可都是拿钱办事的，谁能证明是我指使的？你以为老鬼为什么会出卖你？因为你给他的定金银券印的是我们苏氏商号的暗记，这里还有你买通小丽的亲笔字据，人证物证，死绝了！带走，送到大理寺死牢，告诉严大人，我要他把牢底坐穿。还好我灵机应变，大义灭亲，官位算是保住了。原礼部侍郎陆远庭纵妻行凶，伪造宗族子弟科举资历，结党贪墨走私，经吏部查实，即刻革去所有功名，贬为白参，听候大理寺发落。我不服，我是检举有功的呀，我不要当白丁。去打听消息，今天就是院卷出榜的日子了。陆锦的卷子一定废了，对不对？只要陆锦的卷子到了你手里，哪怕他写出一朵花，你也得给我把他的笔记模仿上去。他一个作弊暗号，我要他永世不得翻身。苏云，考得好有什么用？在官场权力面前，你们都是蝼蚁。好一片伤道与民生，切中实兵，力透纸背。此子绝非池中之物，当定为本科状元。这是老夫看中的璞玉，自然当得起状元。且慢，严大人，魏太傅，你们看，这是什么？啊！历来科举，卷面留有非正文符号者，皆视为向外传递暗号。按大周律令，此卷当场作废，该考生当革去功名，押入大牢严审。放屁！我徒弟光明磊惰，绝不可能作弊，这是有人栽赃。笔记一模一样，太傅难道要为了护短，徇私枉法吗？放肆！外联女眷怎敢擅闯内联阅卷坊？来人，把他给我轰出去！大理寺办案，查科场舞弊惊天要案，谁敢拦我，视为同罪。
诸位大人，看看清楚，这是阅卷小吏张德海家里的废纸篓，里面全是他日夜模仿我儿子陆锦笔记的废草稿。这里还有大通钱庄掌柜的口供，证明张德海在考前收了罪妇沈曼柔的绝命买路钱。严大人饶命啊！是沈氏，是罪妇沈曼柔给了我100两，逼我污损陆锦的考卷。将这丧心病狂的国贼拿下，打入死牢！别等了，毒妇，你买通的那个小吏已经被锦衣卫扒皮了。科考的最终程序已经走完，一切已成不可逆的定局。就在刚刚，皇榜连夜写好，陆锦高中会试第1，新科状元。不可能，我是穿越的，我不可能输！啊！捷报！本次大周新科春谋会试第1名状元京城陆锦。新科状元竟还是个少年郎，这可是会巨星下凡啊！没有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我。不可能！我娘说我是会中状元的，我娘说我是这大周朝唯一的天命之子。陆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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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锦！假的！陆锦的状元是我的，给我撕了他！给我撕了他！冲撞皇榜，找死！丢出去！大家听我说，陆锦他是舞弊。诸位乡亲看清楚，这是沈曼柔拿你们的血汗钱去买通考官的铁证。他不仅骗光了你们的钱，还要拿你们当枪使。沈曼柔这个毒妇，她骗了我们所有人的命根子啊！走，去大理寺告她，让她血债血偿。儿子，幸不辱命。娘就知道，我的锦儿定能扶摇直上9万里。恭贺状元公！年纪轻轻竟有如此惊世之才，此子乃上天赐予朕的麒麟儿。传旨，3日后开金銮殿举行殿试，朕要亲自掂量掂量这位状元公。陆锦，朕问你，京城米价几何？南城菜市几文钱1斤？若遇灾年，商贾囤积居沽，该当何罪？回陛下，京城糟米斗钱12，南城青菜3文1斤。若遇灾年，商贾囤积，是以天下百姓之命，填其一家之贺。按大周律，当抄家流放，绝不姑息。好，朕再考你一题：商道与民生，当场做一篇策论。字字诛经，直击要害，
这防范金融骗局的策略堪称治国良方。传朕旨意，钦点陆锦为本科殿试第一，大州新科状元，受翰林院修撰。陆锦年少奇才，其母苏云功不可没。传旨，加封苏云赐绸缎100匹，黄金1000两，御笔亲题真敬教子金匾，晓谕天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天应大周。等我翻案，我还要搞加盟店，搞上市。别做梦了，毒妇！你听听外面的动静，皇上钦点陆锦为新科状元，连苏云都被御笔赐了金匾，你输的连渣都不剩了。状元，皇上赐匾，不可能，不可能！我是穿越者，我才是大女主，我怎么会输给一个封建土著？这是剧本写错了。状元公游街啦！天哪！18岁的状元郎，竟生得如此清俊挺拔。苏云、陆锦，你们这2个小偷，这状元本来该是我儿子的，是我带来的现代智慧造福了你们，你们窃取了我的光环。呸！毒妇，砸死他！砸死他！你引以为傲的聪明，不过是自掘坟墓的铁锹。带人犯！罪妇沈曼柔，以非法集资诈骗民脂民膏10万两，制售伪劣美颜膏致数10名女子毁容，买通科场小吏栽赃朝廷命官，人证物证、资金账册俱在，你还想抵赖吗？我有什么罪？那是先进的商业模式，是资本运作，是你们这群封建土著太蠢，根本配不上我的现代智慧。陆锦的状元是苏云作弊偷来的，我才是拥有金手指的女主，你们这群 NPC 凭什么审判我？冥顽不灵，嘲笑公堂，按大周律例，当堂掌嘴20，说他。听听大老爷，我检举，这毒妇还拿贪腐账册威胁我，我全程都是被他蒙蔽和胁迫的呀！这是他威胁我的账册副本，求大人看在我大义立名的份上，从轻发落呀！本官宣判，陆优年幼无知被胁迫，得处终身科举资格，杖责20，不予追究刑责。陆远庭纵容妻舍伪造文书，贪腐受并罚，判流放宁古台，永世不得回京。保住命了，只要活着就能翻盘。首犯沈曼柔，罪大恶极，天理难容，判秋后处斩。景儿，你终于来看为父了。你是状元郎，你在皇上面前能说得上话。你帮为父运作一下，换个近点的地方流放好不好？宁古他腐寒，为父会死在那里的。你从未尽过一天做父亲的责任，你的结局是你自己选的。你死了，我替你收尸。我是你爹，你这个不孝子，你会遭天谴的！求求你，去城隍庙找我儿子陆游，让他去求陆锦，求苏云，告诉他娘不想死啊！救他！他骗我是主角，他害我成了废人，我恨他，
巴不得他去死！喝口热的，我们回家。到底输在了哪里？我有现代的商业知识，我有几千年的历史见识，我是金手指加身的主角，为什么会输给你这个古代土著？你输在你从来都看不起这片土地，也看不起这里的人。你把所有人当成可以收割的韭菜，把尔虞我诈的捷径当作真理，把自私自利包装成时代的先进。你总以为自己高高在上，却忘了大树无根必枯，狂妄无尽必亡。在这世上，想要站稳脚跟，靠的从来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金手指，是脚踏实地，是百折不挠，是对这片土地、对苍生万物的敬畏与珍惜。53刻已到，醒醒！厚葬了吧，不留碑，不留名。我想把这座宅子捐出来，改成京城最大的医学，让那些像我当年一样买不起纸笔的寒门子弟都有书可读。好，金银财宝终会散去，唯有读书声能传千古，这才是最有意义的事。传令下去，商道新政，今日起推行全国。哈哈哈哈哈哈！首府推行新政，规范商道，肃清礼制，振兴慎卫。爱卿想要什么赏赐，尽管开口。臣为官10载，不敢贪天之功。臣今日只求皇上一道恩旨。臣母苏云，一生辛劳，教子有方，心怀苍生。臣恳请陛下为臣母请封1品诰命。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内阁首辅之母苏氏，教子有方，广施仁德，特封为大周1品护国夫人。特赐紫金冠，御笔亲题巾帼典范金匾，准入宗庙，钦此。拜见护国夫人。锦儿，娘突然想起当年，娘带着你在雪中跪在魏府门外拜师，那时娘只想让你有一技之长，没想到今天能让这么多穷苦孩子都有书可读。这一切都源于娘当年的坚持，没有娘，就没有今天的陆锦，更没有大周朝千千万万寒门子弟的今天。娘，您才是真正的心怀天下。唯有脚踏实地，百炼成钢，方能熬过所有风雪，撑起属于自己的万丈荣光。